贵州铜仁悬崖上有3座古老的寺庙：凤凰山寺、莲池庵，还有参图寺。这一次我要把它们串成一条路线去探访。和以往不同，我会从湖南出发，搭上扶贫火车，一路进入贵州。好了，我现在在锦河站的前面，现在是早上7点，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什么情况。现在火车在8点半到来了，我们准备排队上火车。村民们挑着一筐筐自己家里收的瓜果与蔬菜。我先买带火车办哪里了？那个混炒鸡了，200个在热哈，要就鸡饭吗？给他把枪我拧了，站后块给弄错。小伙子，先到，先朝着让一下啊。我好久没让人来了。我就我叫你的，我就把你放出来个了。就把你那放去了，你看多少钱？那你3年吃去了是吧？这个还100个哪个么？没有，我是说我是麻将跟当跟乒乓跟麻将。对呀，但是我打的是没有鬼牌的那种。
多少钱的？你10块4斤啊3斤。 ？10块3斤。哦，我这个货呢，30块钱，做3条饭了，30块钱。买了我买了这，按了我买了这个。你到这里限量没得问题，但是不能到这里卖东西啊，好吧？可以，我都买完了，一点点我到这里卖啊，要得要得。你咋没去那边摆的？哎呀，我们是湖南过来的，我知道，我们刚刚到菜市场卖，还没有20分钟都卖剩一点点了。那外面太热了，我懒得卖，我回来了。那个菜市场那个温度太高了，30多度。你吃这不酸吗？他肯定是，他吃不酸。我挑一点。你带了多少出门啊？我是满的吗？我是160多斤。 160多卖的就剩这么点儿了。我到市场还没有20分钟就，他们本地人很喜欢吃这个，他们都是5斤8斤的提。你以为想买个斤吧2斤，他们都是满满的一袋一袋提。我刚刚说的那个绿的，有个阿姨，有个本地人一来就全买走了。没那个叫桃李，就是这2天刚刚上膛，你们不懂得，你们不知道，就这2天刚刚上膛，前2天还是买起来酸的夹口，那个不好吃，那个不好吃。我这个李子是原汁原味的，它李子多多少少有带一点点酸，比较好一点，但是不能太酸，太酸就不能吃了。我也最怕酸了，我的这个都吃的不酸。就是那种大树结的吗？我们那边就是那种大树结的李子，很高哎。对，这李子树嘛。要是我们你们年轻人不懂得，你像我们，你们年轻人不懂，像我们70后，那个时候没钱，不像现在想吃什么吃。那时候我们没有零食吃，小时候几个小伙伴就去偷人家的，就偷这种李子吃。这个就是儿时的味道，原汁原味的。所以说这边同龄人最喜欢吃这种。你这是自己家种的？对。那你种了多少棵？真的啊？这100多棵树，几万斤呢？你以为？种了100多棵树啊？几万斤？那你卖完这个卖别的不对？卖的这个马上卖黄桃。黄桃啊？黄桃我出了名的。黄桃好吃。黄桃好吃。我们叫麻阳的黄桃，我们湖南麻阳。这边的黄桃要到什么时候？这边的黄桃马上出来了。现在我们那边都开始卖了。没有，跟那个都是假的。真正的我们这边麻阳的黄桃，真正的锦绣黄桃还要差不多10天左右。
晚上他们去旅游了，他们人家不跟嘛。买15年够不？买15年要不要？就是一年都是卖这些东西。哎呀，农民就是靠这个种这个。这2筐一天能卖多少钱？这一筐，前段时间这个贵的时候，这一筐一担可以卖差不多600-700块，700-800块。卖你700-800块。那现在呢？今天呢150-60斤呢。这边的水果，我跟你讲啊，这边贵州铜陵的水果都是靠我们湖南人过来，给他们水果卖便宜了。原来这边水果很贵，原来这边的水果像这种水果，原来这个最低都要卖11-12块，卖11-12块呀！你以为啊？现在那个高铁啊、高速啊、火车啊都通了，就便宜了。原来这边从这边很封闭，飞机啊什么都没有，列车也没有，高铁也没有，就是班车。我女儿现在都在长沙上班，儿子就在家给你卖这些。你觉得上班赚得多还是这个赚得多？怎么说呢？我们这一代人，年纪像我们有40-50多岁了啊，去外面干，你没什么技能，就拿不了高工资。这也是技能，有的人不会搞的。这个东西我跟你讲，年轻人啊，给我们那个60后、70后，全部一死亡了。你们00后、90后以后不知道怎么办？真的，我骗你。干活像点外卖，有的人饭都懒得煮，年轻人饭都懒得煮，点外卖。这个东西你必须要人去种嘛，要收割嘛，你不收割怎么吃啊？对不对？你们那个摊位有摊位费的吗？啊，要啊。几块钱？3块钱。一天还是一天？一天。我们哪里摆的一天？他们等一下，你再过一会儿，你看他们。我知道你们2点的票嘛，就1趟嘛。是2点的票。他们卖菜的是做那个慢的2点的，我是做1点钟的，有辆快车。感觉都还没看到有什么人进来。卖菜的卖不了多少钱的，我看很多卖辣椒的。那里又来了。就是慢慢的过来了，他们卖不完也便宜放，因为他连了就要租车，卖不完就要便宜放。他开始卖3块，他最后他1块5也卖。不想背回去吗？他这样拿出来就要卖掉。他不想背回去，家里面多的是。对啊，家里吃不完，放又天气太热了，放不了多久。对。这天气热了，很少出来。冬天还多一点是吧？橘子出来的时候，那冰糖刚出来的时候，满车的。现在这个时候天气热了，出来的少。冰糖柑是9月、10月吗？还是？你们那边是麻阳城吧？麻阳，最出名的。麻阳冰糖柑，出了名的。我以前还不知道就是怀化的。老大叔挑的一箱瓜卖完了。是那个卖。这70多岁、70、80岁的，你以为？这个我还跟着他出来的。啊。我还不知道路，我跟着他屁股后面走。好像卖的香瓜。他也卖的算快的，现在几点？11点半卖完了。卖香瓜卖2块。那个香瓜很畅销的。那个东西也重嘞。那个也重嘞。我们都自己种的。好大，不是很重嘛？跟你这个估计。没有我这个重。少一点嘛，他背不了多少。他那个香瓜，他们挑不了多少，他们7、80岁了挑不了多少，他们最多挑个60-70斤。应该只能卖个200块钱左右。不止吧？他开始我们在那的时候就已经卖了。卖不到。那么一袋卖了。他一筐装不了多少。他装不了多少？他们一筐装的别的东西。他装不了多少？那个是空间很大。我像我这个李子，一个挨一个，招实了。
慢慢的就回来了。每天就这样子，很早就起来。我们忙不完，回去的话休息一下，还把那个菜，还要去找水，看干了。你不兑水的话，那个菜长不起来。农们很辛苦的。与这位大叔告别之后，我就开启了我的悬崖寺庙之旅。从个人的角度来看，还是比较羡慕这边的有这么一个方式的，像我家乡那边是没有的。还有很多地方，大部分都是拉到路边售卖，然后网上尝试着售卖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去第一站凤凰山寺。那个凤凰山寺啊，走这条路上去不？有往屋头站，没来过的。你在那儿吧？你去办那去吗？走哪里啊？办那儿。房子，这个庙建了个多少年了？知道不？有这10几年，原来有噻。原来就有。你小时候就有？小时候就还是几10年了，有噻。小时候就有。看来这个庙确实有年头了。你们这种山上还建房子的比较少，我们那边。我们一般都是平地嘛。有些不是有山吗？有些就那个在湘西那一块嘛，就靠你们这一边的，它就有。是不是？苗族那一块住的，也是你们这边。我们也是从那边过来，他们也是背你们这种框框，来的人少哦。正常少噻，年轻人都没在家。有时候这个老戳戳。都这样，农村里都这样，年轻人都往外面走了。我们那边也是，到处都是，也是出去上班了，出去打工了。绕下去的小段路早还是早？原来我们到这个去砍柴，绕一下，等太阳过去了才去再砍起来。砍柴是吧？要砍了挑起来了，赶着这个菜多了嘛。怎么还有车的声音？你看这吃到嘛？对。你吃的，你明天来要去的，做我自还去，应该进去。他踩得有哈，踩得有哈的，看嘛，我个大树，我不是2边是大树，我个2-3边。看嘛，这边大树。看到了，我这个方向过去了，不好吃。养的牛啊。我也站着。是你养的？还要吃饲料不？还是就是吃草啊？吃草还是也要吃饲料？哪个喂它的饲料，吃点草都不大饱。我在空包上的。走。别怕呀，你们要躲我。那么再进去就上去了。好。我就往个后头上去。要爬好久。那个路啊，不过还是可以，只不过是陡点嘛。不用爬多久吧？有的是可以。上去不？
对不对？这已经必须上去了。嗯，好，谢谢啊，我们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就直接沿这边上去。好了，现在开始爬上坡了。说实话，没那个本地老爷爷，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地方。这坡又陡，也不知道是谁把位置选择在那里，有点探索秘境的感觉。这个坡比想象中的陡啊！看那个房子，视觉效果太夸张了。来到这个山壁下了，蜘蛛侠比较占优势。有点累啊，现在已经有些高度了，可以看到县城的整体面貌。我觉得前面那条河特别蓝，这里还是保养的挺好。好累啊！现在坡度又开始夸张了，在一个裂缝里。居然出现石头楼梯了，感谢仙人啊！现在已经爬到这个裂缝的最里面了，比较凉快，可以看到外面。哦，什么玩意儿？哇！哇，这个东西只在小时候在脚部位置出现过，这个突然出现在头上，感觉脸上刺进去一个。真是服了，还好戴了帽。OK， 接着往上爬。这么做不是在驱邪，是有蜘蛛。我觉得这边很少有人来，原因可能是落石太多了。我是挑着晴天来的。终于到了，这个选址绝对是最厉害的，其他的好歹没这么陡。刚刚那个老爷爷说顶上有很多松鼠，等一下无人机飞一下看一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盲盒时间，看一下内部什么情况。
刚刚那个老爷子就是往那个方向去的，我找找看能不能找到他。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他，看起来有点像。我感觉下去好艰难，这种坡度，有没有更快的办法呢？哇！别走啊，好刁啊！打扰他休息了。这里有一个小洞，是不是藏宝洞？跳起来看一下。好了，出发找松鼠去。上面好像是松树比较多，但现在太阳快落山了。这个看起来像一个桌山。那边还有个村子，但是我没有看到路上去，好牛啊！好了，该下山了，再不下山要天黑了。说实话，这个坡上去只是累，下山冲得我脚趾头痛了。好了，这次的探索就到这里吧。这个山应该平时人不多，庙会的时候才有吧。这个守庙人在山脚下的屋子都锁掉了，可能是难度问题吧。我们来到导航的位置，在这个山脚下是看不到的。我们来问一下本地导游吧。哎，你知道不？这一大群本地居民问了都没反应，我们去找个当地的老者问一下吧。阿姨，问一下那个莲池庵在哪边？莲池庵就到再点击看一下的那个大门呢。那边。那个高叔子就在这里看那个大门的看到，就往那潮牌味的上去。就是那边杨家出来的吗？那里有个三角叉，有个牌牌吗？那个小路上去吗？哦，小路上去。啊，这往那头都是有大米了，满脸洗了。嗯，好。豆吧你。好。那你等我也上去，查牌牌的，开始就可以牌子的。好，谢谢。这边走啊，就在这下面了。好，谢谢啊。牌牌子的啊，这查牌牌的。好，来。那个蓝色牌牌那里。蓝色牌牌然后左边上去是吧？现在这里都是山间小路了，但是都修好了台阶，应该还是时常有人上去的。目前这个从这个位置看不到什么踪迹。其实这个寺庙也属于梵净山的支脉，它在六龙山的西北侧，对比其他几座位置还是比较近的。
今天也挺晒的，现在可以看到对面的山了。我们走快一点吧，这样就咬不到了，也没带防蚊喷雾之类的这次。现在这个林子里就是蚊子比较多，但是好歹把太阳遮了吧，它就是 S 弯一下一下绕上去的。快看这个石头阶级就有点夸张了，这个跟上次木屋那个有的比了，都可以用到手了。这些棍子看起来是用来支撑这块石头的，但我觉得真要倒好像也撑不住。像这种应该都是当地人修缮的，这个阶梯还是比较麻烦的，我觉得得工程还是挺长的。终于到了，这个比我想象中的高啊，也快1小时了将近，现在就在身后，我们抓紧走吧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扇门了吧？看这顶部，还真的是一个天然的屏障，可以遮风挡雨，真是神奇。说实话，我没有看到前面的莲池，只有一棵枯木。原来是个老式厨房，还有灶台呢，应该有许久没有人用过了。看这些灰尘挺厚的，外面写了个牌子是消防池，里面当仓库了吧？看这个枯木附近有好多虫子往上飞，这个现象倒是无法理解。这个地方还是比较久远的，说是400年前就有个叫吴相上人的，花了10年时间在这里建的。不过他建的还在顶上，已经荒废掉了，只剩下3面墙在那里。然后他就往下面，现在这个新址，1981年就被列成风景保护区了。这里其实居住在这里也挺好的，有山有水的，离市区也近。然后相比其他的，这里香火比较旺盛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往上走吧。我觉得这个悬崖寺庙目前是爬过最简单的，因为它的高度也比之前爬过的低。然后它唯一的难度就是这里比较偏，它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子里。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小范进山。现在去最后一站，这个山比较简单，我们爬了10几分钟就快到了。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可以看到右边这个视角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看到对面那个山上好像有一个洞穴，不过是在中间，有点小。
应该只有那种攀岩的专业设备才能上去吧，但是特别高，估计也比较困难。然后这边这座山有点像刀背山，还是景色非常好看的。换个角度又有点像五指山了，像一个大手掌在这边。好了，我们抓紧上去吧。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还是挺晒的今天。看我背后这个高度，可以看到后面的村庄，还是挺壮观的。现在走的就是航拍里的那个天梯，非常有玄幻小说里面那种登天梯的感觉。完成了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到目的地了。看这边，这里还放了个板凳在这个寺庙旁边，应该是这里的守庙人放的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它这里是明朝的时候有个传说，就是一个叫雪明的和尚建的，600年前。它选址还是非常厉害的，中间应该损坏过几次。看资料说清朝道光年间修过一次，然后光绪年间又修过一次，然后民国的时候僧人们花园又重建过。最近的一次是在2003年的时候，就当地村民集资把它修补了一遍，类似于我们农村的那种土地庙应该是。所以现在看到的是比较现代化的风格，跟之前爬的相比较还是有区别的，就是这种水泥建造的，可能是因为这边把水泥运过来比做木材的方便吧。好，我们现在用望远镜看一下背后那个壮观的景色是什么样吧。先去看一下那个洞是什么样具体。好像并没有多深。其他的下面的村庄，远方的山上也有个村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转一圈看一下情况。其实它都建了一圈围栏，然后围栏外面还种植了一圈树，应该是为了保护吧。应该村民时不时就会上来，给小孩子保护措施吧。好了，现在该下山了。其实这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是凌空，看着像凌空悬挂的台阶，好像每一步都踩在上面，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通往信仰，很有那种修行者的象征。也许就是当时选址的考虑的地方吧。然后它也是在山顶凿平了，才安下这座庙宇。但是也是刚刚太远着了啊，太远了。太远了。你那个放飞机啊，对。你来后跌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刚刚这个老爷爷教堂就是这条路，其实才是正确的上山路，它全是水泥的。我们走的那条泥巴路，其实是别人的，怎么说呢，种菜的地方。等于绕了远路吧。